原来《西游记》中最强的妖怪并不拥有无上法宝的青牛精，也不是如来的亲娘舅大鹏鸟，第一名的地位无可撼动。所以今天我将以排名的形式带大家了解一下10大最强妖怪。第10，金钱豹。它的造型看上去就是一只花皮豹子精，给人一种极其可爱的感觉，一点都没有南山大王的气势。而且它出场时都是不经意间的，连个名字都没有，只知道是个妖怪，实力也一般，别说和悟空比较了，就连和二师兄打斗都老费劲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金钱豹有一点是其他妖怪都做不到的，那就是他能让唐僧的3个徒弟挨个哭一个遍。无论是齐天大圣还是天蓬元帅，在他南山大王面前都只有哭戏的份儿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现在的金钱豹摇身一变，已经成为了头像圈的领军人物，当然也成功代替了招财猫的地位。现在我只想喊一句：金钱豹大军何在？第9，黑熊精。这是一只在黑风洞修行的狗熊，虽然长相丑陋，生性草莽，但它却精于文墨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曾盗取唐僧的袈裟，一度想立地成佛。不仅如此，黑熊精武艺十分高强，手持一柄黑鹰长枪，当时孙悟空和他争斗过多次，也没能夺回师傅的袈裟，最终悟空只好求助观世音菩萨，才将其收服，为唐僧讨回袈裟。第8，白眼魔君。这只妖怪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毕竟他可是7位仙女的师兄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他肚子上的眼睛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。但最让人头痛的是，他长得丑就算了，法术还异常强大，尤其是他肚子上的眼睛啊，射出来的金光能将方圆10里的生物困在金黄光雾之中，这个技能实在令人胆寒，就连悟空也败在了他的眼睛下。当然他炼制的毒药也是堪称一绝，由此可见白眼魔君的实力还是非常强悍的。第7，黄眉大王，又称黄眉老祖。原本是东兴佛祖弥勒佛的童子，但他在一次偶然中得知兄弟们都下凡当起了各地的老大，于是黄眉心中一阵躁动，决定下凡玩一把大的。结果黄眉直接造了个小雷音寺，并假冒如来佛祖。像这样的大手笔在妖精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不过他的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，直到唐僧送上门来，孙悟空为了解救师傅5次大战黄眉老贼，可都是以失败告终，就算请来28星宿也无济于事。最后悟空只得请来弥勒佛，才成功擒住了黄眉老妖。第6，六耳猕猴。六耳猕猴可谓是神通广大，如同猴哥一样，擅长多端变化，能够腾云驾雾，样样精通。六耳猕猴趁唐僧赶走悟空时变成大圣的模样，差点一棒打死师傅，之后又抢去唐僧的衣钵，将其嫁祸给孙悟空，并霸占了花果山，真是虾仁诛心呐！当然六耳猕猴和悟空交战时也是不落下风，就连众神也难辨真假，最后还是被如来佛祖识破，可见实力非同一般。第5，青牛精。原本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反角青牛，后来却偷走了太上老君的宝物金刚镯，来到下界的金兜山，成为当地的魔王，自称独角4大王。当然使他能独霸一方的，主要还是仗着太上老君至宝金刚镯，这件法宝可神了，尽管对方使用了再厉害的降妖兵器，都能通通收走。重点是这件法宝就连佛祖的金丹砂都被收去了，只能说太强了。第4，蝎子精。蝎子精化为人形后可以说是一个人间尤物，他貌美如花，才智过人，实力更是不容小视，尤其是他的独门绝技尾刺，只要被他扎到一下都疼痛难忍。然而孙悟空为了解救师傅，愣是被扎了好几次，可以说吃尽了不少苦头。但好在悟空最后请来了某日星君，才将这只蝎子精收服啊。第3，牛魔王。牛魔王的自身实力极强，在如此多的妖怪中，他是为数不多靠自身武力而不靠法宝与孙悟空匹敌的角色。在火焰山本土有这么一句话，牛魔王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正是孙大圣的敌手。要知道牛魔王并没有强大的神仙后台，能走到这一步也足以说明他实力很强。另外他交友广泛，名气颇大，在妖怪中也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绝世枭雄。第2，大鹏鸟。他的背景极为强大，毕竟这可是如来的亲舅舅，后来被如来佛祖奉为护法。大鹏扇一下翅膀就9万里，可见法力不一般呐。在灵山500多汉，诸位仙佛菩萨都拿他不住，最后还是靠着如来佛祖方才拿下。第1，九灵元圣。相信大家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，这只妖怪的实力不容小视，因为就算再强的妖也只能叫做怪，而他却被人尊称为圣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圣还不是自封的，而是妖界和仙界公认的。当然这位元圣的声威可不是盖的，一声令下就能上通3圣，下彻9泉，是下界打工人中影响力最大的妖。而且相当罕见的是，他对唐僧肉可毫不感兴趣，这一点在妖怪中实属少见。虽然九灵元圣并未修
修成人形，一直以瘦身行动，但实力却依旧在线。他的杀手锏一头九禽，曾以只身擒过孙悟空和沙僧，所以将他排在第一，实至名归。